被我抓到了，證據還在嘴裡面呢。買了4斤黃粉蟲，1個星期的時間被這一幫麻雀給偷完了。你們看一下，這裡面哪裡還有蟲子啊？一直懶得理它們，今天終於抓到了一個。欄杆上面還有一個放哨的，把這個家伙帶去放了。之前我沒有買蟲子的時候，它們都在這裡偷小雞飼料，數量非常的多。反正鴨子吃飼料也比較浪費，所以說它們吃也是好事，我都從來沒干預過它們。但是1個星期吃我4斤蟲子，是不是有點過分呢？而且都是成群結队的。今天抓一只，然後把它放了，回去報個信，告訴你的兄弟溫柔一點，多吃素，肉吃多了对身體不好。其實麻雀這種鳥特別聰明，你把它抓過2次之後，它們都會互相報信，以後就算進去偷吃，它們也会小心翼翼的。躺在我手上裝死嘞，趕緊走兄弟，我對你也沒有惡意。跑了。就這2分鐘的時間，另外一個兄弟又進去了。算了，他的兄弟幸好還沒有傳達給他，我不怪他。這裡這麼大一袋小雞飼料，他們不吃，專門盯着我的蟲子。肯定有兄弟說，那為啥你不把門關着嘞？夏季太熱了，裡面放的有鸚鵡，所以說給他們通風。白天的话门就開着在。再放一點小雞飼料。新來的這幾隻鴨子，只要沒食物了，一直叫個不停。這隻白色的就是前幾天新接回來的，嘴巴挺大的。今天這隻大公雞表現不錯哦，沒有搶，重點是沒有踢我。我現在每一次都要把它給防着，因為它踢一腳真的很痛，直接一個洞，見面必須要叫一嗓子。就衝這表現，我還是先把它養着，不下鍋了。再買幾斤蟲子。這幫麻雀臉皮實在是太厚了，還是這個家伙比較乖，每天只吃小雞飼料，大概率不知道蟲子的位置，我估計知道的，它也不會吃小雞飼料了。這貨今天有點激動哦，剛才不停的攻擊這個葫蘆，今天我準備把這些葫蘆全部都鋸開，過幾天就掛上。他可能以為這個葫蘆是我的手，所以他不停的攻擊。我可不想聽你這個大嗓門。好了好了，你自己去玩吧。最近他真的是異常的激動，我走到哪裡他追到哪裡。這些葫蘆全部都曬乾了，今天鋸開，全部掏空，過幾天找合適的位置掛起來，給戶外的小鳥繁殖。這個葫蘆就不給小鳥做窩了啊，唯一的一個，我捨不得啊。很多人說沒見過葫蘆裡面是什麼樣子，這是我去年鋸開的，放在戶外小鳥築巢了，然後冬季葫蘆掉了，我又撿回來，今年繼續掛。就從這一個開始，聽一下，裡面都是葫蘆籽。給沒有見過葫蘆裡面是什麼樣子的小夥伴看一下，裡面都是葫蘆籽，今年又可以繼續種了。給戶外的小鳥築巢，裡面的空間一定要大一點，所以說必須要曬乾。曬乾之後，它殼跟籽都分開了，現在就可以了。內部空間很大，口特別小。這是第二個，這個口有點大，這個裡面的空間比較大，所以看的就很清楚了。完了完了，這個古董被我用壞了，我要重新去換一把鋸子。用這玩意兒繼續。好了，基本上全部搞定，這又省了多少錢呢？自己動手自己種，這麼多葫蘆籽，今年全部種起來，最少有100-200個葫蘆。最後這幾個有點小，留着給10姐妹珍珠鳥做窩吧。這2個是被老鼠給禍害過的，這一個你們說怎麼弄比較好啊？割開吧，又有點捨不得。這一個有點歪，就留着給10姐妹做窩了，直接一錘子砸個洞，10姐妹做窩正好合適。這個葫蘆籽留着，今年繼續種。喜歡養珍珠鳥的看一下，這個葫蘆給他們做窩，是不是特別好？又好看又省錢。之前很多人問我要葫蘆籽，送過的就送了，沒有送的就不送了啊。
主要是不划算，快递費要10多塊，網上你買的話也就6塊錢，哎，所以說你們還是自己買吧。這個葫蘆孔我開成這個樣子，掛在戶外給大山雀做窩，它們應該比較喜歡這種環境，但是不能淋雨。這幾個全部給10姐妹珍珠鳥做窩，感覺還是有一點點大。好了，全部搞定，全部搞定。大概就這幾天，我去戶外找合適的環境，全部掛起来。上一個視頻我說要好好的感謝一下給我幫忙的小老鼠，這不，今天就準備了。老鼠特別聰明，只要是這個籠子抓到過一次，後面基本上抓不到了。所以說今天我搞一點香水，給這個籠子噴一下，香香的，變了個味道。這樣的話，把它們請過來的概率應該比較大一點。好了。等一會兒裡面放點食物，如果抓到它們的，明天我給你們表演一下我是怎麼放生小老鼠的。好多人都說黃花的玄鳳鸚鵡是比較蠢的，我告訴你們，這玩意兒比那個玄鳳鸚鵡還要蠢100倍。它在這個地方站了1個多小時了，我拿腳踢它，它都沒反應。這是別人送我的白色的魔術鴿，我是不想要的，覺得這玩意兒實在是太蠢了。之前我就養過一次，最後因為去池塘裡面洗澡淹死了。這是第一只在池塘裡面淹死的鳥，所以說特別蠢。這一只也差不多，特別笨，它對任何動物都沒有一點點警惕性。我們家養那麼多小動物，近距離都特別怕狗子，看這家伙是一點都不怕呀。把它丟到狗子背上，它都不知道飛一下的，實際上它的飛行能力還是挺棒的，就是不願意动。来，狗子带它走2步，看一下，它都不愿意动一下。哎呀，所以说把它放在外面我都不放心吶。這就是為啥別人送我都不願意要。遇到貓它也不怕，見到一點反應都沒有。不過這只貓目前比較小，沒有什麼殺傷力，風險係數很低。也就這2天天氣比較好，把它給放出來了，讓它在外面溜達一圈，熟悉一下環境。跟着我另外幾隻魔術鴿，現在還好，飛出去也知道回來。就是這個智商實在是太低了，一點警惕性都沒有。站這裡，和其他的幾個兄弟好好學習一下警惕性。別看我這灰色的魔術鴿是從小養的，看起來傻傻的，實際上警惕性特別高。我一伸手馬上就跑了，被果凍咬死的那一隻純屬是意外。就這個警惕性完全不是一個級別的。就這玩意兒，不管是在哪裡，只要是你一伸手，馬上就可以把它抓到。別看它這麼傻，吃東西挺積極的。這個素狼任何時候都是鼓鼓的，所以說挺胖的。我剛才不是給它放到這個位置嗎？另外一只魔術鴿已經飛走了，然後我就回家了。等了這差不多有大半個小時了，我出來它還站在這個位置，和烏龜一樣，都不願意動一下。所以說這就是為啥別人送我都不願意要。要不是想着家裡還有幾只魔術鴿能帶一下它，我都不願意接手這玩意兒。重點是別人還送了一對，看還是挺好看的，就是有點笨。因為我比較喜歡散養鳥，所以說也挺擔心的。晚上天快黑的時候，它和其他的魔術鴿上樹了，它每天都在樹上睡覺。這一只剛剛都差點睡着了。看一下樹上還有好幾只魔術鴿，每天都在這裡睡覺。你小子小心點啊，明天就把你關起來了，不然的话我都懷疑貓給你抓走了，你都不知道反抗一下，太傻了。兄弟们，誰家有漂亮的公鴿子，給我整一個，招架不住了。我家的鴿子孵化出來的小鴿子，青色全是紅色的，沒有一個其他顏色的。上一窩的2隻都這麼大了，清一色的紅色。要不是都送人了，現在我家有幾十隻同款鴿子，所以我決定把這一隻公鴿子給換掉。上一次不是跟大家說這一對鴿子在老鼠堆裡面繁殖嗎？都這麼久了，我懷疑這蛋是廢蛋，等一會兒看一下。因為長得都差不多，我現在都有點分不清了，這是哪一隻啊？搖手，哎，那就是比較親人的母鴿子，這一隻我要留下。現在把這2顆蛋帶回去做個產檢，看一下啥情況了。這環境我招架不住啊，周邊全是老鼠屎，
不過因為是散養的，他們自己選的環境，我也沒有干預，沒辦法。大兄弟，趕緊讓開哦！我一拿蛋它就咬我。我只是幫你們做個產檢，沒事沒事啊。你出去玩一會兒。看這環境，真的是危機四伏啊！周邊我還下的有老鼠夾，不過開關都關了。他們自己叼草在這裡做的窩，剛把蛋拿出來，它就過來了。應該孵化的有10多天了。用手電筒照一下裡面什麼情況。看來的確是沒有受精，我就知道是废蛋，因為拿在手裡重量都不一樣。一般正常情況下，孵化到第3天、第4天，裡面血絲都特別明顯的。廢了！早知道下完蛋之後，我就給它洗一洗，煮着吃了，那不香吗？這又浪費2個鴿子蛋，放在這裡，等母鴿子過來看最後一眼，就把它們給丟了。母鴿子已經過來了，它好像還認識它的蛋呢。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，你這是假孕啊！看看吧，馬上就丟了。然後誰家有多餘的漂亮的公鸽子啊？給我整一個。我這不能每一次繁殖出来都是一樣的，這個基因強大的讓我頭痛，每一窩都是一模一樣的。現在把這2顆蛋丟了吧，最近要抓緊時間給這只母鴿子找一個其他品種的。今年的這2只小八哥臉皮是真的厚，你不管弄個啥，它都要過來看一下，膽子特別大。看，我把蛋給丟了，它們終於不進窩了。等着啊，我抓緊時間給你再找個對象，別急。狗子，想吃東西嗎？來，過來，給你搞一點你從來沒有吃過的東西。中秋節沒有吃完的月餅，據說今年的月餅都沒人吃了，是真的嗎？我一直覺得月餅還挺好吃的，看這個顏色就挺好吃的。我先來一口。哎呦，這味道還可以啊，味道還不錯。又來了一口，剩下的給狗子吃，狗子不吃，給隔壁的貓吃。隔壁的猫是聞到味兒了是吧？我一說要給狗子搞好吃的，它就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了。來試一下，看狗子有沒有興趣。這麼好吃的，你咋不吃嘞？我都幹2口了。還是這個貓不挑食啊，給它馬上就吃了。誰說這個月餅不能吃的？看我和貓吃的多香。給你的時候你不吃，人家貓吃的时候你還在旁邊流口水。来，你吃，我就不信了，狗子连月餅都不吃。它好像觉得有毒一樣。算了吧，讓猫吃。那個貓吃了2口也不吃了，看來他們對這個月餅都沒啥興趣啊。等一會兒給果凍試一下。今天早上太陽挺不錯的，好像升溫呢。看他們倆玩得多開心。今天還沒趕上餵吃的嘞，馬上去搞點火腿腸給狗子吃一下。這狗子太挑食了，它特別喜歡吃那個雞肉牛肝，但是每周只能給它吃1次，不然的話養不起啊。這火腿腸它也不吃，等會兒給隔壁的貓吃吧。貓怎麼也不見了？然後再搞個月餅給果凍試一下，它是不挑食的。完了，這個月餅連果凍都不吃，這是怎麼回事啊？這我吃起來味道還可以啊，你也不吃是吧？你們這一個個的現在生活過好了是吧？連月餅都不吃，算了吧，放在這裡讓蚂蟻吃，要不是狗子舔过，我就把它給吃的。其實味道真的還可以哦。這一下你跑不了了吧？這該死的兔子，一天要越獄800次。剛在別人家菜地偷吃南瓜，被我逮到了。回來之後，我把布丁以前小的時候的鐵鏈找出來了。這一下終於派上用場了。狗鏈拴兔子，你們見過嗎？這家伙天天越獄，在野外待了很長時間，現在野性越來越明顯了，和我也不親了。剛剛我還說用鐵鏈拴着，帶它出去吃草，培養一下感情。沒想到失去自由的他沉默寡言，動都不願意動一下。看一下你的小伙伴，不聽話被拴起來吧。你要是不听話，結局也是一樣的。來，過來，狗子，交給你一個任務，你帶着兔子出去溜達一圈，培養一下感情。我覺得自己真的是一個人才。看，這樣把它們拴在一起，
兔子就跑不掉了吧？而且特別安全，還有一個保鏢。本來我是想讓布丁帶着兔子玩的，結果你們看一下，這反客為主啊！兔子把布丁帶着到處跑，越跑越遠。還好拴着在，如果不拴着，也不知道兔子又跑到誰家的菜地去了。這狗子也是個奇葩，居然被一隻兔子帶着到處跑，兔子去哪裡它就跟到哪裡。這是產生分歧的嗎？我們看一下誰聽誰的。看，最終狗子還是跟着兔子。這不滿足狗子的願望了嗎？它就喜歡和兔子玩。這一下想跑都跑不掉了吧？不過這也不是長久之計啊，先把狗子給放了，兔子肯定是不能拴着的。事實證明，兔子散養久了不互動，真的不行啊。這家伙現在是越來越野了，而且自從我的菜地被我挖出來種菜以後，它沒地方吃草了，就去別人家的菜地天天偷。每次我去抓它的時候，它都跑得特別快。它知道我要把它關起来，但是放在外面肯定是不行的。來，你們倆現在可以在一起玩一會兒。我猜这狗子看到兔子都有心理陰影了。看，它直接換地方了。長這麼大，被人牽着也就算了，今天被兔子牽着。好嘍，你也可以被關起來的，大概率這個狗子以後不會和你玩了。你小子記住了啊，以後不要什麼動物都過來湊熱鬧，指不定下次是啥動物溜達你了。差點忘了，剛剛裝兔子的這個箱子還放在這裡忘拿了，這狗子還在這裡幫忙守着嘞。謝謝你啊，你真是一條好狗。箱子帶回家放好之後，發現狗子這樣看着我，幹啥呀？你這是咋了？沒小夥伴玩啦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餓了，今天還沒餵嘞。這個好說啊，我去給你搞點吃的。等一會兒啊。你們能夠聽出這是什麼鳥的叫聲嗎？一隻紅嘴藍鵲的幼鳥，叫聲特別明亮，在這個草叢裡面。我剛才在這個山上面就聽到竹林裡面有好幾隻紅嘴藍鵲的幼鳥在叫，然後下來之後發現草叢裡面也有叫聲，肯定是學飛的紅嘴藍鵲，然後掉下來了。找一下，就在這個位置。剛才叫聲就是從這裡面發出來的。哎，在這裡看到了，的確是學飛的。哎，挺怕人的。我們給它撿起來，放到樹上去，不然在這個位置，不是被蛇給吃掉了，就是被貓給吃掉了。在這裡，它膽子好小哦。一般這種在戶外，我們聽到它一直在叫，基本上就是一種情況，他們的父母長期沒有餵它們，特別餓，不然的話他們都是很安靜的。它好怕我啊，抓也抓不到它。現在看得清楚了吧？這上面是一片竹林，每年都有紅嘴藍鵲在这裡築巢，所以說掉到這個位置也屬於很正常的現象。哎呦，沒抓到嘞，它還直接飛走了，這也太怕人了吧，野性十足啊！要不是擔心它被貓給吃掉，我真的不想管它。我從玉米地一路追它，稍微靠近一下它就跑了，飛又飛不起來，又跑到別人家菜地來了，看起來就不太聰明的樣子。我已經聽到他們父母的叫聲了。這一次我們稍微慢一點，看我一下把它給抓住，然後放到樹上去。中！哎呀，終於把它給抓到了。這倔強的小脾氣，可急死我了。看它這個長相，明顯就是不太聰明的樣子，像個青蛙一樣。你說你飛不起來，還喜歡到處亂跑，怎麼不躲起來嘞？看，這就是他們的父母，剛才一直在旁邊着急的大叫嘞。哎，把它放到這一片竹林裡面去，這樣就安全很多。每一窩小鳥裡面總有那麼1到2隻比較笨，所以說它們基本上成活率很低。我們適當的輔助它們一下。
下次別讓我遇到你了啊！走你，還是可以飛的哦。看，站在樹枝上，只要它們站到樹枝上，那基本上就算是比較安全的。然後母鳥再餵它們2天，它們的飛行能力就会越来越強，基本上就安全了。這一片竹林每年都會有紅嘴蓝雀築巢，聽一下，它們的父母已經在召喚它們了。好了，我們只能幫到這裡了，祝它們好運。我又撿到小鳥了，身上濕漉漉的，一隻剛學飛的黃藤鳥。昨天也是下了半天的暴雨啊，積水挺多的。我剛剛吃完飯，騎着我的小電驢，說帶布丁出去溜達一圈，結果就在這邊發現這個家伙在水坑裡面。還好水不是特別深，不然的話它已經淹死了。正常情況下，這種学飞鳥，如果不是因為它的翅膀打濕了，基本上是抓不到的。我已經聽到了它父母的呼喚，就在前面那一片菜地裡面。哎，這裡剛剛我看到還有一只，布丁聞了一下它，一下就鑽到這一塊紅薯地去了。看來這是一窩啊，都在這裡。我已經看到它的父母了，好着急呀，在那裡叫的。這家伙也是真奇怪，孩子掉到水溝裡面，不管不問，被我救起来了。他現在着急了。本來我準備把這個家伙直接放了的，但是這身上濕漉漉的，離家又近，我決定帶回去用吹風機給它羽毛吹乾了再帶出來放，這樣它的生存幾率更大一些。正準備回家的時候，你们看我在這裡又發現了一個啥？菜地裡面撿了一顆蛋，也不知道是雞蛋還是鴨蛋，已經爆漿了，就原地放生吧。給這家伙帶回来，我剛回家拿個吹風機的功夫，它就跑了，飛又飛不起來。用吹風機把它身上的羽毛吹乾，這樣它生存下來的概率就會大很多。最近經常下暴雨，加上鳥都在繁殖最後一窩，所以幼鳥還是挺多的。沒有被我們遇到也就算了，適者生存嘛。要是遇到了，偶爾給它輔助一下，它就可以活下去。主要要把它肚子上的羽毛給吹乾。這種幼鳥肚子上經常都是光禿禿的，受涼之後死亡率是很高的。現在全身的羽毛已經被我給吹乾了，是不是立馬就不一樣了？看起来呆萌呆萌的。而且我用吹風機給它吹羽毛的時候，它好像特別享受，一動不動。現在帶去放生。戶外碰到這種幼鳥，什麼地方撿到的，就在附近找合適的位置放生。這一塊離馬路稍微遠一點，而且遮擋物比較多，就在這兒給它放了。哎，我發現這幫家伙特別喜歡這一塊紅薯地呀，這只也鑽到紅薯地去了，飛行能力還挺強的。而且他的父母又過來了，已經發現他了，我們趕緊走。這貨有點過分了，走的時候還在我手上拉一坨大便，擦乾淨帶狗子去玩。這一條沒人要的流浪狗也追過來了，怎麼就沒人把它撿回去養着呢？天天跟着我們家布丁，带布丁在這個路口吹吹風，挺涼快的。不過我總感覺要下暴雨了，那一條小狗子已經跑了，出來還不到10多分鐘，下大了。溜了，回家去。希望那個小家伙能挺過這一場暴雨，祝福他吧。你們就說這熱不熱鬧吧？前面是雞哥的叫聲，後面是鴨子，這又來了一個大公雞。我感覺我被前後包抄了，沒事兒，一個個的解決。你說你一天沒事你吼幾嗓子幹啥嘞？吵不吵啊？這是接力賽呀，又來了，就罰你在這裡面壁思過5分鐘。時間到了，我會過來扶你起來。不要對我招手，有本事你就自己起来，那是你的實力。我還要去解決另外一個人。哎呦，你還主動來找我來了是吧？要不是我擔心他踢我，我早都把他給制服了。主要他現在是傷員呢，前幾天在田裡面玩了一天，回來之後眼睛腫了，感覺像是被什麼給咬的，不過問題不大。
並沒有影響它這噪音般的嗓音，發揮依舊是這麼穩定。這個家伙我跟你們講很特殊，這個種群估計就它的智商不夠。我放生了那麼多鳥，就它不好放生。反正不是今天這裡出點問題，就是明天那裡出點問題，不是在受傷，就是在受傷的路上。好了，你也安靜了，是時候該把那只鴨子給放了。它還在這裡招手嘞，你自己就不能有點出息，自己爬起來嗎？來，我給你個支点，起来。這個支点好像只能讓它轉圈圈。懲罰時間到，起來吧。終於有點出息了，起來了。和鴨群匯合了，就中間那一只。你們猜他在說什麼？一直在說話，就是聽不懂。我猜肯定不是誇我，大概率是在罵我，反正聽不懂，無所謂。對的。剛才另外一只扯着大嗓門叫的就是這個家伙。一段時間不理你，你這小子叫聲越來越大了啊！關鍵是還懲罰不了他，躺在地上一下就起來了，你說氣不氣人？一點辦法都沒有。不像雞哥，我聽到他叫聲太吵了，我還能來一個手動閉麥。這不閉上了嗎？不對呀。這小子今天也閉不上啊，要我抠電池是吧？一點面子都不給我，也還可以了，起碼降低了分貝，沒有那麼大的噪音。總體來說，肯定比鴨子強一點點，起碼嘴巴沒有鴨子那麼硬，不然的話，它嘴巴怎麼會斷呢？是不是？你小子站在後面幹啥呀？打又打不過，又喜歡湊熱鬧，趕緊走吧，等一會兒他又要打你。雞哥這一會兒情緒很激動呢，指不定馬上就要發脾氣了，誰知道下一個倒霉的是誰呀？上樹了，等一會兒我還要給這個家伙眼睛上擦點藥，天天都在受傷。要不是他運氣好，或者說我對他照顧有加，可能他的墳頭草已經3丈高了。今天溫度有點高啊，看他熱的，但是這個位置又安全又涼快。等他午休一會兒，晚點給他擦點藥。鴨子都下水了，奇怪哦，最近鴨子也不追人了，也是好事，免得我招架不住。今天又是一個高溫天氣啊，這狗子還活着在嗎？嘿，我還以為你領盒飯呢。檢查一下狗窩有沒有被霸占，好像霸占了，但是並不多。影響不大，這天氣還是睡水泥地面比較涼快。雖然說它睡覺的地方比較多，但是這是它的狗窩啊。鴿子又進來了，走了走了，跟我走。還咬我是吧？你們看這貨咬我痛不痛？我感覺它想把我這一塊肉給扯下來。我這麼厚的皮，你扯得掉嗎？這一只鴿子繼承了我養鴿子的優良傳統，愛咬人，愛轉圈圈，我很喜歡。怎麼又去狗窩了？要不你陪鴨子下水游個泳，如果淹死的，我會把你撈上來。還不下去嘞？今天又是一個高溫天氣，我要看一下最不靠譜的小動物都去哪裡了，特別是大公雞。大公雞我找了一圈都沒找到，肯定又去鄰居家了。昨天我有個兄弟開玩笑說要給大公雞煲湯嘞，我現在打電話跟他說大公雞失蹤了，嚇唬嚇唬他。您好，您的電話因欠費，暫時無法播出。話費咋用的這麼快呀？又欠費了，回家連個無線網充一下。到賬了，現在充话費真的是方便快捷，比線下還要便宜不少嘞。我是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充的，順便教一下你們怎麼充。點商城进充值中心，或點評論區領取最高4元的话費券，去評論區看看吧。家裡找不到，那就出來看看。我家大公雞串門特別規律，所以說直接來鄰居家的雞籠，一下就找到它了。它正在和鄰居家的母雞聊天呢，說都是雞語，我一句都聽不懂。鄰居家之前養了一大群母雞，不知道什麼原因，全都掛了，就剩這一只了。只要大公雞一放，它就過來了。如果有一天我家大公雞也掛了，那就是它的命，因為只要放出來，它就追過來了，趕都趕不走。而且我發現這幾天站在我手上
都不对着我打鸣呢，只能关起来嘍。来，吼一嗓子，明天说不定我心情好，放你出去找母鸡。快点！终于听到这熟悉的叫声了。好了，今天就不放它了啊，太热了。这2只比较亲人的喜鹊也回来躲太陽了，剛還在我手上搶吃的呢。這一群喜鹊就它們2個挺粘人的，剩下的全是白眼狼。其實這個家伙是挺親人的，我現在2、3天都不理它，一拿食物它馬上就追過來了。所以說啊，小動物和人一樣，每一只都有它的性格，區別很大的。把大公雞關起來，我也放心了，主要就是擔心它中暑了。走了，我也該回家了。